这种 PP 风格。对，你只要不拿我就一直搬，后边3个班位肯定是紧着一个位置去搬，效果会更佳。所以在这一局上面，京东有没有可能会考虑在自己整体阵容的优先级上去做一些变化？他选择了蓝色方，看一下，先搬了一手敖影，然后微博是一个鲁班纳诗的班位，都是自己用过的强势点先搬掉。搬张良。搬张良，一般来讲，这个班位就是少思源，但是外边苏烈啥的都还在呢，苏烈、张飞都有。要抢少思源吗？还是说抢戈亚？习惯就好。抢少思源，抢了少思源。这个班位的目的性很明确。而且京东的话，他们少思源加上公孙离的优先级会更高一点。看下微博用什么打了？对位上的话有大禹，有张飞，有苏烈。战场险恶，直接选大禹，直接拿出来了。然后拆搭子的话就是戈亚这种。花会枯萎，爱永不凋零。预判，如果你要是公孙离、少思源，会更好。你如果不出的话，出戈亚也能接受。是的，就现在他这个小乔已经防了一手，对面如果出了公孙离，我也能打。包括也看到了，听月这个赛季的小乔胜率非常高啊，9战77.78%的胜率。驰骋草原，碎裂深渊。苍验证了，出了一个苍，然后高位出了一手狂铁。出苍的话，对面也不好出戈亚。我会做你所向披靡的利剑。白起，大禹白起，加小乔。combo 链好像看着还是蛮完整的。是的，整体的 combo 链。你觉得大禹现在在这个版本当中啊，他搭到什么样的一种打野会比较适配一些？大禹感觉和杨戬挺适配的，首先，然后和一些弹野，比如凯这种半战一直追着对面需要移速的英雄，就很适配。就也需要一个前排的点去让大禹给到一些续航这样子。那就来看一下后续微博会不会这样子去选了。京东的话是先考虑搬了一手橘右京，然后搬掉了戈亚。微博是搬了沈梦溪和大司命，还把杨戬搬了。我感觉他们都选白起了，暖阳这边肯定是一个偏刷的野核。对面是一个大河射手苍，这把还真有机会出赤阳神光呢。这个赛季野核除了赤阳神光的话，还有像娜可露露啊、飞啊这样的一些英雄，他其实可以留到红色方5楼。对，因为我们前面有聊，微博喜欢把打野留到红色方5楼去做一个康反。先选了艾琳，那这样的话，这把艾琳它相当于是一个没有搭子。自己玩了一把艾琳，对。看京东了，京东这边打野一旦亮了之后，那边暖阳就可以做出相应的选择。枪心如火，云鹰啊，拿出来了。云鹰，米苏应该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个英雄。凌驾于命运之上。这个英雄目前看起来怎么样？这个英雄目前看来打对面这4个都是算还可以的。这个英雄就像是打野里面的狂铁吧，他是在正面强度还很可以，又能带线的。需要队友配合那种。那你觉得他怕什么呢？这把？这英雄比较怕对面控制比较多吧。对面确实满足控制比较多。但是微博这边5楼应该是一个野核，不带控制的。直接来了一手裴擒虎了。那这样的话，结合到刚刚米苏说到的，对吧？云鹰可以理解为打野位置的狂铁，那这把京东上路又是个狂铁，他上野强度非常高啊。看起来啊，又配合上了一个少思源，感觉京东他是做强了自己前排的质量，然后包括续航能力上面。就看京东他第1把、第2把把前期阵容，尤其是上半图做得挺强的情况之下，能不能顺利的去限制对面的野区，就是暖阳这个点的发育？因为微博整个前期它都是围绕着打野的发育去布的局。是的。包括微博这把的话，它在前期的中野辅强度上面还是相当之高的。这把你觉得按照老虎的思路来说的话，它会怎么样去开更好一些？老虎可能先来中看一下，如果对面少思源是连体的话，他可能会选择中开。那这把的话，暖阳的经济应该是微博非常高优先级的一件事情了。不出意外，他应该是领先全场的1号位经济。那在中轴位置的话，最后京东是出到了一手海诺嘛。海诺这个英雄，他其实在守中线的能力上面是比较强的。包括微博如果说是想要来压中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小乔和老虎是容易被海诺去消耗掉一些状态。是的，海诺在近期空儿的热度下降了之后，他的出场率也都随之下降了。这个英雄在季后赛我印象当中好像前面也就出了1把，这把选出来也确实是在中轴线上不用太担心，而且这把有一个点，
即便是逆风了，特别能守，也不用像上一把一样有那种进攻压力一般，就逼着京东要去打，但是打了几波架特别勉强，导致最终被微博直接滚雪球拿下了。这一点其实对于两支队伍来说的话，都是属于在他们自己舒适区内选出来的一种阵容风格。因为京东这个赛季比较明显的就在于他们自己是一个推进能力排在联盟第2的队伍，这套阵容是可以满足中期推进这件事情的。然后对于微博来说的话呢，他们的经济发育能力和优势掌控能力目前在联盟排在了第1位。而这一局的话，围绕着整体老虎的一个刷野的速率来做的话，微博是希望去能够打出这种高经济，然后拼10分钟的这种情况的。对，就是在不打架的前提之下，保证裴擒虎的发育，打出对位经济压制，然后去运营。但京东跟上把一样，在前期必须得阻断老虎的发育。那就来看一下双方的第2小局比赛了。蓝色方北京 JDG， 红色方北京微博。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潇洒，我是解说杭州 LGD NBW 米苏。云鹰应该是一个猪开吃中，然后微博这边去来辅助和辅助队顶一下。老虎回去红开是有机会去上路做 TP 的，他通过空间之灵，然后再传，让经济最大化。下路的话，因为两边的游走都带一定的续航能力，所以基本上都是对着消耗更多一些。哎，小乔直接闪吹过去，换了一个闪现，闪换闪。哦呦，这一剑伤害不够，差了86滴血，最终微博拿到这个红笋。然后上路怎么也是有点想法的。但狂铁21A 斩杀界还是比较高的。暖阳好像是山豪开完去蓝开，然后再往红刷。他中间还吃了中线，他这种刷野路线基本上能保证每一波中线到他都要吃。上路的空间之灵是京东控到的，这个探草定身里面的位置2技能吹了一片，但是自己要倒了，无双拿到第1滴血。这波不知道是无畏当时视野已经看到了小乔在里边，还是说一个探草刚好踢到了小乔。不管如何，这算是一个盲踢啊！而且他有一个已知的信息是在于小乔一定是没闪的。对，他上波跟小乔是互换闪现，踢到之后接个定身，狂铁就青羽这边反应也很快，直接2闪根。因为也说到京东这把他的上半图的强度是非常高的。他们做这样的阵容就是不想让暖阳这个点的经济起得太舒服。没错。大宇已经开始去帮裴擒虎提速了，就已经放养小麦的艾琳，让艾琳一个人玩了。那对于京东来讲，这样的信息他如果知道的话，其实要么你去直接打小麦那条路，就像我们之前看到过的一些比赛。上路的位置连控拉回来，但这边又踩到了小乔，赶紧保一下小乔的状态，全往后拉扯了。这边的话子墨还是比较能扛的，跟了一下闪现过去，直接带走了少思源。这波大宇的顶也给了比较充足的续航，打持久战，最终微博还是在3打3的情况之下打赢了。微博的控制链会来得更加的充足一些。对，白起当时藏草的一个大招对于海诺的威胁并不大，所以海诺进化都没有交，只是后续少思源跟过来之后，微博配合直接先打这个偏脆的。3分半的时间，还有30秒刷龙。来回看一下这波，这是刚刚下路那波。从无畏的视角看到小乔到小乔放技能想杀他的一瞬间，交出闪现的时间是0.59秒，给到了一个极限反应速度。对，这个反应是相当快的。然后主要是这一波的一血对于京东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他们也是联盟里面一血次数最多的嘛。没错。就看一下这波4分钟的龙团上面，
4分钟的对抗上面，还是京东的阵容会强势度更高一些啊。看到暖阳这边已经往上半图靠了，换龙了，对，选择带波线踢回去。因为微博整体还是一个发育阵容，而且这样的话可以保住自己的经济发育速度，因为前期中野和开龙有的时候会拖慢自己的经济发育，甚至有风险，阵亡的风险。所以选择吃完兵线之后再传下来，快速的过野。如我所料，但因为语音拿了1血之后，你会发现裴擒虎跟语音之间的经济是拉不开的，甚至语音还是领先。这个消息对于微博来讲很不利。然后两边的对抗路这把也非常有趣啊，都是先高位做到的冰霜冲击，先这把不控制。都是承担的开团手。白起先做兵甲的话，可以更早的出山跟队友去打团。这样裴擒虎的红 buff 已经控了，因为京东直接放弃了下路一塔，往上移，5人爆上半图，顺便压了微博一波中一塔，这样很赚呀。京东运营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节奏，他放了一条线，提前爆半图给压力。这波微博想要追着反打，大鱼给了大招，但是白起如果大闪上去的话，那个位置不好往回撤。是的，所以子墨并没有选择跟。这样已经进入到京东引领节奏的时候了。而且说到这套阵容，他们强是强在了中期的推进能力上面。现在在中路抱着打对抗的时候，微博是很难去做一个对抗的。而且京东已经碰到过微博一个红 buff 了，后续对微博来讲，这个红 buff 没有那么好防守。因为京东这边速率是红蓝刷完，然后去进攻微博的红 buff， 他下波还是有速率差的，可以拿完自己家的2个 buff 来进攻他的。也就是说，对于暖阳来讲，要么他就是叫5个人大家一起过来守一波打一波架，要么他就是选择1个人去下路反边去带，就是自家红快刷的时候，让4个队友过来拖时间。那现在其实京东他的一个进攻思路已经非常明确了。对于微博来说的话，这段时间要怎么样去做协防呢？可以选择。野区刷的时候，老虎去反边偷一波节奏嘛。但是这边主要看子墨这个选手白起这边会不会发起一波进攻了。就是他的先手如果能朝得好，把京东打退，也是 OK 的。目前看到微博的站位来说，是想尝试刚刚说到这种第2种方式。他想防守，对，想通过白起的开团看防守能不能找到机会。这波京东上路没有给到兵线压力。这样就狂铁1个人2闪敲了进去，冰冻是给到了，但这面第一时间没有伤害。不过白起直接大闪反朝接了小乔2技能锤击，把云音给秒掉了。海诺在后方的话呢，也是一个1技能带走了白起，两边做了一波1换1。这波子墨的白起盯的就是无双的云音，所以他配合暖阳是将云音拿下，最终白起倒了。但对于京东来讲，倒的是打野，其实微博还是能接受的。这红 buff 最终还是到了裴擒虎身上。白起大招捏得很死，一直等你云音放完大，然后再大闪过去。对，他针对性很明显。这个阶段他也不用朝后排，毕竟是一个防守。但正面上素颜踩到了对面的艾琳，过来接一下。主要还是在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的话，微博他的思路会更加清楚一些。这么打白起的经济会牺牲一些。但这一局打到后面的团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青龙这把的经济还是比较不错的。对，他现在对于对面的威胁很高，尤其是他如果跳进去先手大招，打这种红区窄口的团会很厉害。因为他手上还捏了个净化，他不怕他大招先手完之后会被你开，直接被秒。他还有一个净化的容错，这样他的消耗会直接覆盖到微博所有人。马上还有10秒钟又要刷红了。这波云先过上线，上一波他们没有带上线，没有给到压力。微博这边应该是放掉红来打一个暴君了。暖阳的话已经出现在下路了。艾琳这边吃到点伤害，赶紧往但后走。是京东看你没有防守红 buff 的意思啊，其他4个人直接过来干扰你了。但是他是有惩的，应该还是能拿下。拿下之后，京东应该是要卡微博，回中应该只是拉扯一下，然后云那边再断一波线。上路还推了个塔。但微博在蹲，想抓一个落单的，但是不能有小麦先出来啊。对，得是白起大闪，这波失误了，被拉扯开了。这波大闪应该是没释放好。回头定身再踩脚耗一下白起的状态。狂铁闪现留人，敲起来，敲到的是一个白起，云跟过来，大招拉一段能杀掉。这波白起的先手没有收获之后，导致的直接
就是京东把他给留了，并且京东还能再推一个2塔，主要是这波打完以后的后续10分钟，微博很难站出来，很难有一战之力。就京东拿到这样的视野优势了以后，可以一直打正面的消耗。海诺大招先手想上这座高地啊，在10分钟之前推掉了。下路的线很好，直接拿下了下路的高地，这个是京东的大节奏了。这中一塔本来就是一个很残的塔，顺手推下，这样一来这个经济差会拉得非常大。主要是视野扑回来了，京东在这样的一个中期，海诺和狂铁是可以牢牢卡住河道视野的。主要微博这套阵容的翻盘点就在白起身上，白起跟队友去接 combo 先秒一个。但是微博这波不想放，反而是利用自己的一些长手消耗技能，把对面给打残了。进红区反个红，还想继续打，因为知道狂铁第一时间不在。没错，但是他放弃的是管上线，上线会直接威胁到微博的上路高地。而且上路是2波兵线，看一下微博的选择了。微博不退吗？狂铁是要去卡人了，正面微博是有点想要撤退的，但是小麦这边继续叠一下自己的一个被动，还是想要拼龙。这波团压力很大啊！上路的线一直在给到警告，现在退的话也很亏，感觉这些人要被留。狂铁这个位置没有闪现，只能慢慢的追，但是小麦的位置相当糟糕，云这个位置直接断了一波，后让狂铁把安妮给击杀掉了。同时的话，大禹也倒。这波就换微博做角色做的比较勉强了。他看到狂铁在上路露头之后，他选择了抱团打对面的红区，反倒红 buff 之后还想打个吊点，但打不掉。就导致了他们这个战线拉太久了，狂铁那边过来就直接把他们给包了。而且现在因为白起没有大招，他们不能立刻发起进攻，然后后面被庆荣这边海诺慢慢扎满印记，就更不好进攻了。状态的小野迪先手老火被秒了，子墨交了一个闪现，这个位置是残血逃生，但是上路是有兵线的感觉，京东有机会一波。这2波线微博怎么守？海诺过去大招先挂一下，要护一下后面的线，后面是3线跟进来的。海诺在旁边不断的给到压力，这边的话青羽直接一锤头砸了进去，仓在后面不断的补一波伤害。兵线进来了，兵线进来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北京 JDG 拿到了这一小局比赛的胜利。双方战至1比1平。这一局对于京东来说的话呢，其实就是拿到了他们自己比较